绵绵，我就知道能娶到你呀，是我3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倒是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都行，我都答应你。倒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改口费的事情，得再商量一下。改口费，不是都商量完了吗？我妈那边觉得3万8太难听了，3838的，好像在骂我一样，所以得再商量一下。好，改多少我都听你的。那18万8怎么样？寓意发多好听。18万8，有点太多了吧？这还多？杨敏，我是要嫁到你们家的。我嫁了我妈20多年，现在突然让我改口，我那些闺蜜们都是20-30万的，我就让你个18万8，这样还嫌多？不是的，绵绵，你听我解释。哎呀，不是，绵绵，我们家为了娶你，刚买完房子，又装修又彩礼，现在还要筹备婚礼，真的是拿不出什么钱了。少一点点怎么样？5万8，我要发，听着不也挺吉利的吗？刚才要用茅台改成5粮液的时候，我说什么呢？哦，合着我让你们家省点钱，你跟我讨价还价是吧？哼！绵绵，绵绵，我家是真没钱了。没钱？不见得吧？你们家不是还有块祖传的墓地吗？现在墓地这么贵，随随便便卖个40-50万都不是问题。哦，你杨敏就是不想娶我是吧？不是的，哎，这墓地是我家祖传的，卖不得呀。这也不能卖，那也不能卖，就是让我受委屈。不是的，这墓地我爸死得早，这我妈守着这么多年，唯一的心愿就是死后能和他葬在一起，所以这墓地卖不得呀。行啊，杨敏，你别后悔，这婚我也不结。哎，绵绵，绵绵。哎，雪儿，高了，再低点，再低点。对，这就行，知道吧？哥，你回来了。儿子回来了。哥，你这后天就结婚了，这气色怎么这么差？该不会是跟敏敏吵架了吧？谁啊？班主来。哦，这是谁？来了。干什么？老实点！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儿子涉嫌强迫妇女发生关系，我们要带他回去问话。不可能，我哥一向老实本分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带走。我求你了，我儿子后天就要结婚。大娘，你快起来！大娘，放了他吧！我求你，我给你跪下了，我求求你们了！大娘，你快起来！大娘，我们也是秉公执法呀。既然有人报案，我们也不能不查呀。如果他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会尽快把他送回来的。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更不能放过一个坏人，是吧？哥，你快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冤枉了！我这2天除了筹备婚礼的事儿，就是和敏敏待在一起呢。你也知道，你跟我怎么可能干那种事儿啊？警察同志，您听到了吗？我哥就和我嫂子一直忙活结婚的事情，他不可能做那样的事的。敏敏是吴丽敏吗？报案的人就是吴丽敏。什么？现在开始，由被告阐述。吴丽敏，我到底哪儿得罪你？咱们都快结婚了，你凭什么说我强奸你？咱们什么事儿没做过都多少次了？你有病吧？干嘛？你凶什么凶啊？律师，你看到了吧？是在威胁我女儿。杨明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再敢凶敏敏，我一定告你坐牢。亲母，你看这事闹的，要不咱们和解吧？这婚事啊，我们这婚什么婚？这婚没法结了。嫁给这么抠门的男人，我们敏敏过去一定受罪。我抠门？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自己问他，吴丽敏，我什么没答应他，我还抠门啊？是吗？那我说结婚要用茅台，你怎么不答应啊？非要贪小便宜用那5粮液？行，我答应你，体谅你，退一步。那改口费呢？你怎么不答应呢？
什么都没答应，还好意思在这说呀？杨敏，我告诉你，咱们之间已经完了，我不可能陪你这种穷日子了。38000的改口费，你一张口是18.8万，那是15万，不是15块。我们家什么情况，你不知道啊？那是你家的事，关我屁事啊！肃静。哎呀，敏敏呐，这事儿啊可以再商量，要不咱们先和解吧？咱们出去找个地方慢慢聊，好不好？想跟我们和解呀？行，给你们个机会，18.8万一分都不能少，不然我一定让你儿子坐大牢。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呢，没那么多钱，让你儿子打光棍去啊！啊，你是想骗我姑娘过去伺候你呀？啊，你土埋半截的人了，想的倒挺美。老疯婆子，你说什么呢？怎么想打人呢？告诉你们，今天没有18.8万，想和解门儿都没有。亲家母，可我们家真的没有那么多钱呢。拿不出，你们家不是还有块祖传的墓地吗？拿出来啊，拿出来，我们就跟你和解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胡丽敏，你就是奔着我家墓地来的吧？我告诉你，话我今天放这儿，就算是我认罪，你们也别想得到墓地。什么？认罪？没错，我杨明认罪，我就是强奸他吴丽敏，大不了我进去待几年，老子出来照样是条好汉。但是墓地的事儿，你们家没门儿。好，那你就进去待着吧。妈，我们走。亲家母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儿子还年轻，他要是进去，他这一辈子就毁了。我求求你了。你儿子这辈子关我什么事儿？滚开！妈！最近，东远市发生了一起争议极大的刑事案件。未婚夫结婚前2天强奸了自己的未婚妻，被未婚妻报案逮捕。让我们了解一下当事人的说法，还原案件原貌。那家伙呀，就是个渣男呐！我姑娘处处为他着想，可他呢，连开口费都不想给，就想霸王硬上弓。可怜的姑娘就这么被他给玷污了。您这么说，难道有证据？当然有了，他自己都认罪了。我给大家听听。没错，我杨明认罪。这声音怎么听着这么熟悉？我就是强奸他吴丽敏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这咋回事啊？愣着干什么呢？叫救护车呀！不要走！老爷子，我给你叫救护车了，你再挺一下。喂，医生，那个鸟儿，他就是上次救我那个人。走，现在去动员室找他。你爸，您说什么呢？这种人怎么可能是您的恩人呢？绝对不会错。现在就去订机票去找他。你爸，您身体不好，不能长途跋涉。这样，我把他带过来见你。好。吴姐已经出具和解书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小雪，妈怎么样了？妈，她现在在医院，医生说她快不行了。什么？快去医院！儿子，妈，出来就好，出来就好，这样妈就安心了。都怪我，是我瞎了眼，非要娶那个蛇蝎女人，害你们气成这个样子。都怪我呀！都怪我呀！哎呀，不要回他，没事了，人没事就好。妈，你放心，明天我就把彩礼钱给要回来，给你看病。算了，你人平安的出来就好，那些不开心的事儿都忘了吧。是妈不好，都怪妈没有脸想去见你们的爸爸。妈，你先好好休息吧。小雪，带我去见医生，我要知道妈妈的病情。妈是不是为了救我，把彩礼钱都给他们家了？不仅仅是彩礼钱，还有墓地。
妈把墓地给了他们，他们才愿意出和解书的。什么？什么？无耻！我这2天还听说，吴立敏早就和那个梁氏集团的梁少好了，而且咱们家把墓地给了他，他转身就给了梁氏集团。贱人！明天梁氏就要祭祖了，要把他们的墓地迁到咱们家，咱们家可是祖传的墓地。再说了，爸还在那儿呢。这怎么能行？绝不能让他们这么干。对啊，哥，得想个办法。你说咱妈守了爸这么久，万一妈要是知道爸走这么久又让人给抛了，那我怕他。是妈不好，都怪我，妈没脸了，想去见你们的爸爸。彩礼钱我可以不要，但如果他们想动咱们家的墓地，就必须从我尸体上面跨过去。爸，这位是我新找的秘书，杨家的墓地就是他转给我们的。哦，是个不错的丫头啊。多谢老爷子赞赏，您过誉了。我还有好多地方要跟梁少学习呢。爸，宾客们来的都差不多了，咱们可以开始迁坟了。为什么呀？啊，开始！住手！住手！不用管他，给我挖！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哥，你小心！小涛，今日记着不用见死。停！梁少，我来处理。杨敏，你来干什么？我都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，这婚我不结，你来闹也没用。自作多情。你，梁老爷子，我今天来是来要回我们家墓地的。杨敏，这块墓地我已经卖给梁家了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发神经！吴立敏，你污蔑我强奸你，逼着我妈把地卖给你，然后你转手卖给你那个姘头，现在又要把我爸挖出来，你说我发神经？吴立敏，你还有这个脸吗你？这样的，好你个杨明啊！明明是你舍不得给改口费啊！我女儿想跟你分手，你竟然想侮辱她！幸好被警察逮着了。这是你那个活不起的妈为了和解把这块地送给我们的，你竟然还敢在这大放厥词！你还跟我大声嚷嚷！我呸！怎么不给你钱了？我哥挣的钱都不给他花了吗？就你哥那个月挣那个小钱儿，还不够我们敏敏买个包呢。什么最重要啊？女孩的青春是无价的，你懂吗？够了！我今天来不是和你们翻旧账，婚房和彩礼钱我都可以不要，但是我们家的墓地，今天你们必须还给我。我刚才已经说的很清楚了，这块地已经卖给梁家了，你问我要也没有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别动！别动我妹妹！放开我！且慢，梁老爷子，咱们看风水的人，凡事得讲究个顺其自然。这人不通则病患生，事儿不通则万事兴。如果您还想您家的先祖能顺顺利利进驻这个霸王蟹甲穴，最好啊还是征求一下这个年轻人的同意为好。放开他！年轻人，这块地确实是我们梁家在这个姑娘手里买的，手续都在。你怎么跟我证明这是你家的？这墓地本来就是我们家的，不信你十里八村你打听打听去看看是不是？你怎么还好意思问我怎么证明？小涛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爸，让我去处理。哎，姓杨的，实话告诉你，今天这墓地我们必须得挖。我听敏敏说，你那早死的爹就埋在这儿。看在这墓地是你家的份上，等会儿我们挖开，我允许你把你爹的骨灰带走，这样够意思了吧？狗屁！你敢动我爹一下，你试试！好啊，给你机会你不知道珍惜，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。告诉你，别说你爸死了，现在是骨灰了，就算你爸没死，我也能把他变成骨灰。给讲了，找死啊你！
打！他妈打老子！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。少兄，你别走，别走，我没事。吴涛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是敢动我们家墓地一下，我明天我去法院，我告你们，我告死你们，我告死你！我告去，你告去！我告诉你，现在这墓地就是我梁家的了，而且所有手续都合法。你放屁！威胁的合同它无效，无效！嘿，告诉你，这合同是以抵债的形式抵押给我们的，要不然你们个老不死的妈，凭什么住高级病房？凭什么有专家会诊？凭什么在短短几天就花光200万啊？这事儿你就算告到法院，法院也会判我梁家赢，懂吗？200万，这么多，这真花呀！这得为什么？是曲院长和我说，我们可以延缓交住院费的。哎，我可没说不收啊，小姑娘。曲院长，我说是有人帮你垫付，可是这欠债谁还钱呢？可是你也没和我说是梁导给我们垫付的，你也没说用我们家墓地来抵债呀。你借钱的时候难道不问谁借给你钱的吗？啊，这是我的问题吗？就是的，借钱的时候不想好，还钱的时候想还，又不愿拿资产做抵押，天上哪有丢钱别的好事啊？200万呢，瞅你们穿这身衣服就知道还不起。梁少好心好意借你们，你们还不想还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？就是你们听到了吗？啊，有胆量你就去告啊！不怕告诉你，别说这合同合法，就算它不合法，在这东园的1亩3分地儿，想告我梁家，怎么告啊？梁涛，梁明，今天是我梁家乔迁的大喜之日，我不跟你计较。这墓地我多给你算你100个。你和敏敏结婚的彩礼，还有他的那个老破小的房子，我再给你算100个。至于这债务，我也不要利息了啊！而且看在你还有个重病的老妈的份上，我可怜你，只要你今天下跪磕头给我道个谢，我私自掏腰包再给你100，怎么样？够意思了吧？休想！好，油盐不进是吧？今天你别说是墓地，我让你趴着出去！哎，梁少，您熄熄火，我来。杨敏，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梁少都这么有诚意了，200万的债啊，都没问你要利息，还可怜你给你100万，你应该赶紧道谢才对。对呀对呀，还不赶紧磕头谢谢梁少！别动我哥！别动我哥！找死了你！别亲我哥！死丫头，就你多嘴！死妖婆子，你个倒霉！都给我住手！今天我们梁家祭祖，你们闹够了没有？放开！哎呀，老爷子，都怪这个废物，就是想破坏您的祭祖典礼。是，老爷子，你赶紧叫人把他给轰出去。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给我闭嘴！年轻人，我们梁家买下了这块地，自然没有退回去的道理。可我他妈今天真不想当这个恶人，
欠我家200万，不用你还了。这支票就当这墓地的人拿着钱。要不咱们就算了。不行，咱爸没入土就算了。可是咱爸已经安葬了，今天如果要是想动我家的墓地，就必须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年轻人别给脸不要脸！谢大师，就非得让他同意吗？没别的办法了吗？爸，谁让这个小子这么不识趣儿？梁老爷，您就放心去做，剩下的事儿就交由老夫处理。来人，把他轰出去！别动！别动！我告诉你，你不得好死！你强买墓地，你有损阴德！你轰出去！给我挖！哇！别动我！喂，爷爷，我已经找到恩人的位置了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咱们家的恩人的。你确定他就在前面？是的，小姐，杨家祖坟就在前面。让你查的事情查清楚了吗？已经查清楚了，当日确实是杨明救了老。行，那就走吧。我们关家绝对不会亏待任何一个有恩于我们之人。走。别动！别动我家房子！小朋哎，曲院长，上次关老爷在咱们东园出的那次事故，听说是您亲自过去医治的。是，毕竟在咱们东园，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。关老爷在这里出了事，我自然是当。曲院长，您看能不能帮我也引荐？这，老爷子，你也知道，关老爷身份显贵了，咱们东园之整这么小，关老爷怎么可能在这里久待？少爷，爸，我去看一下。苗涛，你要干什么你？爸，挖出来了，咱们可以迁坟了。开始。苗涛，你别乱来啊！带过来。干什么你？杨明，今天是我梁家祭祖的大好日子，你敢来这儿？别乱来！我告诉你，别！我求求你，你别动！我绳子都打着你，你别动你！现在知道求我了啊？早想什么了？也行，你现在给我跪下，磕几个响头，让我看看你道歉的诚意。不想跪呀？啊！别！我跪！哎呀！来，大少，求求你，来，求求您大发慈悲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您放了我们家吧！看见了吗，杨明？啊！
你爸在天上飞呀！飞了！再飞呀！再飞呀！哎呀！呀，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哎呦！对不起啊！啊，对不起呀！都过吧，妈没脸了，想去见你们的爸爸。妈，我对不起你。好，那你这个人渣！我告诉你，爸爸早晚他有这么一天，到时候我把你家都装出要回我把你爸爸不对，让你等着，我让你找这个当然别等我回去！闭嘴！你就看着你哥，你找个嘴巴啊！住手！哎，这不是关大小姐关雅吗？我在电视上见过她。首富家的大小姐会亲自来我们东园，哎，难道是来闹事的？谁给你们的狗胆这么对我们关家的恩人？啊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关大小姐，误会一场，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有这层关系。哎呀，这不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吗？就你们梁家还配合我们关家攀亲戚？哦，口误啊，是我口误。那您说，大小姐，这事儿怎么办？怎么处理？不应该问我吧？对，您说的对。杨先生，这千错万错是我儿子的错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您原谅他了。我们梁家愿意出赔偿1000万，1000万，你看怎么样？杨先生，你觉得呢？把我爸的骨灰从坟里挖出来，然后倒在地上，1000万。你们有钱人就是这么玩弄我们穷人的感情吗？杨明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给我闭嘴吧你呀！爸，杨先生，刚才小涛做的确实是过分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你说怎么办？你画出个道来，我们梁家尽量满足。杨先生，哥，咱们已经把墓地要回来了。 1000万我买他一条腿，可以吧？我觉得合理。来人，动手！哎，他们不要啊！爸，你就这一个儿子呀，我不能没有腿呀，爸！动手！啊！还有你。 我错了，杨明，对不起，你不要打断我的腿啊！彩礼、房子我都不要了，我还给你了。杨先生，我看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。明天你们梁家立刻派人来，把这块墓地还给人家。杨先生，我爷爷想见你很久了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哥。 小雪，你先回去照顾咱妈，墓地的事情等他们明天找人来办。我和关小姐去一趟。嗯，这个给我吧。来人，送关大小姐。我们走。啊，我的腿，爸！梁老爷，您放心。 我不会让梁少白受这次屈辱。你刚才表现得很不错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，不贪钱财，重情重义，真的是太完美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
你知道每年有多少人攀附我们官家吗？5000。每年想攀附我们官家的人5万都不止。所以关小姐是觉得，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您面前好好表现好，攀附您关家，是吗？不然呢？关小姐，那要是这样的话，我没有必要和您回关家。今天的事情，就当是还了关老爷之前的情谊。今后我们互不相欠，从此大路朝天，逢路各走一边。这样最好。我们走。派少爷回家，好好照顾着。梁少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妈，这么说，以后关家不会庇护那小子了？我要100倍的还给他，我要让他一辈子坐轮椅。梁老爷子，这霸王卸甲穴属实难得一见，并不好找。如今那关家已经不管他了，咱们何必舍近求远呢？对，爸，这墓地不能给他，这墓地永远是我梁家的。这个墓地必须得有，因为关小姐是为了报恩才出手相助的。如果不还了，这不打人家脸吗？那我的腿呢？就这么算了吗？怎么可能？在东原，敢得罪我们梁家的人还没出生呢！爸，是儿子对不起，儿子给杨家丢脸。我乃杨氏先祖，西周王祖。今我杨氏衰败，特赐尔天目神童，振兴我族。爸，我刚才是怎么了？做梦了吗？喂，小雪。哥，不好了，咱妈突然晕倒了，你快过来吧。什么？我马上去医院。这么说，你还有个女儿啊？啊，妈！妈，你真是的！你要担心我，你让小雪叫我来呀！你装晕，你吓死我了！你个小兔崽子，那小雪都回来了，说你跟什么一个关小姐走了，我不担心啊。你自小啊就有主意。妈不是怕叫不回来你吗？妈，雪来了。啊！小死丫头，你跟妈一起骗我！妈让的。怎么了？妈，我给你炖了鸡汤，要有胃碗，你给妈盛点饭。好。是什么？我眼睛怎么了？难道花了？不对呀，刚才肯定没看错，这一定是个古董。小明，你怎么了？妈，没什么。对了，妈，这个东西我没见过，有点好奇啊。这就是咱们家的一个针线盒，我想啊，这左右也是住院，就让你妹妹给拿过来了，没准啊还能缝缝衣服呢。妈，别太累了。没事儿啊。爸，我这刚下班你完。
是侯小姐吧？你的女儿是，真漂亮。爸，啊，小明，你又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妈。心血管有问题，还挺严重的。这要是延误了治疗，就不是小事了。不过人家都在医院了，应该不用我操心。妈果然是被吴立明欺负了，脑部有血块，但未必需要手术。我感觉我就能治。阿姨，你这下午睡得怎么样？这里清静，睡得挺好。不知道啊，打没打扰到侯老先生啊？没有，正好啊，我一个人很闷，有大妹子聊聊天啊，嘿，这疲惫感啊都没了。你们俩聊着，我们吃饭。爸，你身体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不就是检查个身体吗？犯不着大惊小怪的。妈，这个呢，可是我熬了一晚上的母鸡汤，补身体。不能喝，不能喝。哥，你干什么呀？这是给妈的。不是，妈真不能喝它。不喝你喝呀。不是我。好了，小雪，你哥呀从小就爱喝鸡汤，就给他喝点吧。哎，不行，医生都说了，手术还在安排中，你得吃点好的补补身体。你听到没？医生都说了，妈现在年龄大了，就得吃点好的补补身体，要不到时候在手术台上她会有危险的。你听见没有？我说的是真的，妈现在真不能喝，她都出事儿。没事儿，儿子呀，你就喝吧。你妹妹啊熬了一夜呢，可香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个汤您真不能，您喝了真会出事儿啊！你还真是个孝子，这是医院，身体没点病谁会来这儿啊？你不会是自己想喝这鸡汤吧？啊，丢人丢大了吧？妈，一会儿咱们喝。再喝一口。好了，妈喝饱了，剩下的给你哥喝吧。哎，现在给我有什么用？医生护士快来呀！医生护士快来呀！病患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我哥他之前不这样的，他今天有点他非得说我妈喝不了那个汤。哎，算了，我之前不是说过吗？病患是可以喝汤的，甚至可以少量吃一些硬食。哎，你这么做多影响我们工作呀！还有你，别以为在地摊上看了几本破书就以为自己神医了，像你这么做多影响我们工作呀！等一下，这鸡汤里面有枸杞，我妈喝了真会出事儿。到底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啊？看你这身行头，工地上的农民工吧。搬砖也许我会听你的，但是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医院，你凭什么指挥我呀？某些人自以为在网上看了点视频和书籍，就觉得自己能够治病救人了，殊不知这是害人害己。侯小姐，您说的是。哎，侯老先生在医院里还行吗？过得怎么样？小医生辛苦了，感觉挺好。哎，侯先生您客气了。像我这样的人能跟侯先生您这样有涵养、有学识的人聊天，真的是增加了我自身的修为与学问。哎，院长也真是的。那这种农民工家庭跟侯先生一个病房，我一会儿得向院长反映，不能让这种庸俗之人耽误了侯先生您的清修。不是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再说了，这个屋子也不是我们。哎，别唠了，妈，哎，妈，你真会医术。妈，我妈是过敏，你快给她用药，抗过敏的药，过敏药。哎呀，是过敏，快拿药。哇，你们这些家人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我妈遵医嘱，而且什么都没干，在你们医院出的事情，凭什么这么说话？你妈之前有过敏，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？这样会出人命的，你知道吗？过敏？我们也没吃什么过敏的东西啊，就喝了一口鸡汤。我妈之前也总喝鸡汤的呀。我是医生，过不过敏我能不知道？那是你医术不精。我妈是脑部淤血压迫神经导致病变，还让她枸杞过敏的。枸杞过敏，我也不知道呀，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的，小雪，
以后呀，不给妈吃带枸杞的东西就行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呀，看一眼就知道。看一眼就知道？你拿眼睛当什么了？核磁共振呢？你们这些超农民工就是网上段子看多了，为了装，连自己生龙的命都不顾了。你要喜欢装，你去时装周、去发布会装，那可劲儿装。你什么事儿吵吵闹闹的？区院长，什么事儿吵吵闹闹的？区院长，你看成何体统？行了，跟这种人计较什么？去把账单给我拿来。院长，这是3天4店房的账单。你欠的费太多了，赶紧收拾东西给我滚蛋！许院长是吗？我记得我们的费用梁家不是已经交完了吗？梁家，你还知道是梁家交的？梁家的钱跟你有1毛钱关系吗？今天上午，梁家已经把钱拿回去了。哦，梁家胆子这么大呀，都不怕关小姐了。关小姐，杨明啊，杨明，你真以为关小姐是你的保护伞呀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关小姐已经给你们划清界限了。现在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穷人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收拾东西滚蛋！徐院长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穷人就不配看病，农民就不配看医生了吗？哼，那在这个环境之下，配得上你们的身份？你好了，小明，别说了，院长说的没错，既然咱们没有钱，那就出院吧。好啊，那咱们出去我陪你吃，不用找你们这些庸医。说谁庸医呢？行了，跟他计较什么？杨明，我也不是不讲道理，我给你1个星期的时间，1个星期之后，你要是交不起200万，你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。我们家从来不会欠任何人的钱，你放心，不用你催，我们也会拿起。对了，侯小姐，这儿的庸医啊实在是太废，我怕耽误了侯老先生的病情，到时候心中有苦。姓杨的，你什么意思？侯老先生的心血管有大问题，算算也就3天。我劝你啊，给侯老换一个更好的医院，晚点啊，说不定就要准备棺材。放屁！爸还有2天就要过大寿了，你说他只剩3天，你是在诅咒我吧？杨明，给你点颜色，你真还开人房了是吧？你一个农民工屁都不懂，还敢在这里大言不惭？侯老先生就是来做一个常规的检查，身上除了一些老年疾病之外，其他的什么病都没有。哼，你以为只有你们这些穷人快死了才能想起医院吗？哎，哥，那医药费的200万怎么还？妈，这个针线盒是从哪来的？我记得是很多年以前，也不知道你爸是从哪儿弄回来的。我看着啊，这样式挺好看的，就一直用着它了。怎么了？哥，我问你的是医院的200万怎么还？你研究这破针线盒干什么呀？难不成这针线盒还能抵那200万呀？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这个针线盒轻轻松松就能还了他200万的医药费。这也没法少了，怎么说胡话呢？难不成这针线盒还是什么古董？哎，你还真说对了，这个呀就是古董。真的？哎，干什么的？哦，我这有个老物件，想换点钱应个急。这儿是高盛古玩店吗？换钱应急？就这么个破玩意儿？臭屌丝，你知道高盛古玩店是什么地方吗？不是古董店吗？我是真有点急用，所以想拿这老物件换现金应急。古董店？你开什么玩笑啊？这里是归属于高盛集团旗下的高端古董店，高端你懂不懂啊？我们这里啊不收假货，带着你这个破玩意儿赶紧给我滚啊！滚！不是你看都没看你就往外赶人啊？合着你店大欺客是吧？
哟，没些人啊，就欺负你了，怎么地呀？高盛集团你知道吗？高盛集团的老板是在东源市黑白通吃的大人物。哼，像你这样的臭屌丝进来，我都嫌了脏我这里的地板了。我告诉你，趁我没发火之前，赶紧滚啊！来，保安！这就是黑白通吃大人物的格局啊！东西看都没看就把我往外赶，还真是个大人。站住！又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胆子不小啊，敢嘲讽我们老板？我这不是嘲讽，我是在讲事实。哼，好，好，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让钱老过来看看。臭屌丝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如果你这个东西不是什么老物件，那你就给我跪着，从这里狗叫着爬出去。那他要是个老物件呢？哼，那我就给你跪下，给你鞋底舔干净。好，那我期待着你给我舔鞋底。钱老，这礼物可是为了侯老爷寿宴准备的，你可要好心挑选，别落了梁少面子。吴小姐，你放心吧，这件事儿我一定会办好的。钱老，没看见我正在跟吴小姐聊天吧？什么阿猫阿狗都让我出马，要你们干什么的？钱老，我也不想的呀，就是他非得要吵着见你，赶都赶不走。杨敏，是你？吴小姐，你认识他？就是我跟你说的狗仗人势的家伙。杨敏，你没了官家撑腰，来这里干什么？莫非想顶着官家的名义招摇撞骗？你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你管我干什么？你是来卖东西的？你家都穷成这样了，哪有什么古董啊？怕不是随便拿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又想打着官家的名义骗人吧？你是这儿鉴宝大师？没错，老夫就是这个店的鉴宝专家。你是来卖东西的吧？来，拿来我给你看看。这不是你家那个真相盒吗？这破玩意儿能是古董？它是不是古董？说的算。要是这破玩意儿价值能超过10块，我就把这个玻璃杯给吃了。好啊，那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把吃的。要是它不值10块，你就把这玻璃杯吃了，怎么样？那我们拭目以待。不好，难道这东西真是个宝贝？钱老，怎么样？这玩意儿值多少钱？以老夫30年的鉴宝经验来看，这个针线盒它就是个普通针线盒，拿到二手市场去卖呀，最多也就5块钱。听到没有？我刚才都估高了，给你10块钱，这玩意连5块都不值。这位先生，您确定不再好好看一看？老夫已经10多年没有走过眼了，我断定这东西就值5块钱。5块？那好，你现在到外面再给我找一个一样的5块钱的针线盒，我倒要开开眼了。年轻人，不要太激动吧，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有多少人来这里都以为自己的东西是古董宝物，但基本上9成9的人手里拿的都是现代仿品，就是一堆工业垃圾。我看你这东西呀，这2点还都差了。听到没有？这不仅是现代仿品，还是工业垃圾。来吧，展示一下。钱老，咱们也来看看人家是怎么把这个玻璃杯给支下去。年轻人，说话要算话哟。好，知道，你们就是合起伙来搞我是吧？哎，开什么玩笑？我在这个圈子里什么名声，有必要这么做吗？杨敏，你不会是不认账吧？嘴巴说出的话当屁放啊！如果你不敢，我可以叫别人帮你啊。吴小姐，我来帮他吧。帮他吃下去。臭屌丝，刚才叫你滚你不滚，现在你就乖乖的把这几块破玻璃给我吃下去，然后按照约定狗叫着从这里爬出去。你们串通一气搞我，有本事咱们找一个外面的专家看看这个东西它是不是个老物件。切，钱老可是这片古董街的行家，他说的能有错？
你不就是不想认账吗？也行，这玻璃杯你可以不吃，只要你从我胯下钻过去，并且爬到大街上学狗叫上1个小时，我就放过你，怎么样？臭屌丝，还不赶快跪下谢谢吴小姐的大恩大德！学狗叫总比穿肠烂肚强吧？好啦，干什么呢？大家都是文明人，做事不要那么粗俗吧。这样吧，我出10块钱把这个针线盒买了，这样不超过10块钱，吴小姐有个台阶下，也不低于10块钱。你跟吴小姐的约定啊，就算了，你看怎么样？哼，杨敏，既然钱老说和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钱老，小伙子，为了这个东西没必要见血，花10块钱买个教训，值了是不是？我知道了，你是打上这针线盒的主意了是吗？怎么，杨敏，敢赌不敢承认？如果我这针线盒真只值5块的话，我自然会把这玻璃杯吃下去。但你们明显是在空手套白狼，没门！哎，小伙子，不要疑心那么重嘛。你看，把针线盒给我，我把钱给你，正好我家里也缺一个放针线的盒子，这不避免大家尴尬吗？怎么心虚了是吧？开始强买强卖了？年轻人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既然我这个盒子这么不值钱，你为什么非要买呢？真当我傻呀？杨敏，钱老买你的盒子是给你面子，今天要么你就学狗叫，要么就乖乖拿钱走人，否则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。没想到这大名鼎鼎的高盛古玩店，竟然是一个黑吃黑、只会强买强卖的土匪之店！大胆，敢说我们老板坏话！保安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敢说我是土匪强盗。老板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就要被人说是黑店，这要传出去，这东源市的古董圈里还不都得戳我圣君的脊梁骨啊！盛总，瞧您说的，整个东源市谁敢说您啊？谁要是敢说您，我立刻让人把他的舌头拔下来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道我什么时候割过别人舌头？瞧我这张嘴，该打！盛总，事情是这样的，这个家伙想拿一个现代工艺仿品来这里骗钱，钱老好心花10块钱买他的东西，可他还在这里胡搅蛮缠，还说您的店是黑店，我都要看不下去了。您可要好好教训他。钱老，是这么回事吧？没错，盛总，我本以为花点钱就能打发他，没想到他还蹬鼻子上脸。胡说，分明是你黑了我的针线盒。小兄弟，我圣君做生意一向光明磊落，不如你把针线盒拿来给我看看，如何呀？怎么又想骗走我的针线盒，然后黑掉啊？放屁！我们盛总几百亿的身家会在意你这个破盒子？闭嘴！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退下！小兄弟，我知道你今天在这儿受了很多委屈，这样你说个数，我先把钱转给你，然后你再把针线盒交给我，如何呀？盛总，这不合规矩吧？不合规矩，到底是规矩重要，还是我高盛集团的招牌重要？可万一他狮子大开口怎么办？狮子大张口，如果他狮子大张口，就证明他人品有问题，以后在这行他就不用混了。我圣君就当是千金买马骨。但如果是你看走了眼，这个针线盒真是个老物件，知道我的脾气。好，那就按你说的办。小兄弟，开个价吧。500万？5000万？杨敏，你疯了吧？这破玩意连5块都不值，你竟然敢卖5000万！徐总，转账吧。到账5000万元。小兄弟，这个可以给我看看。既然你已经掏钱了，它是你的。徐总，麻烦您帮着看看，这到底是个什么物件？徐总，真是个老物件，居然还真是乾隆御用的。你看，这上面镂款还写着“爱竹学心虚”。什么？乾隆御用的针线盒？这怎么可能？钱老，这不会是真的吧？哎呀，这位老先生，你再看看，这东西我见过，就是他家放针线的一个盒子。哦，他是个穷鬼，没什么背景，怎么可能有古董呢？
而且钱老都说了，这是一个现代仿品，也许是仿造您说的那个什么乾隆的落款印章呢。哦，姓钱的说这个是仿造的。我对明清的东西不太擅长，我分析那个印章啊，可能是假的。哼，姓钱的，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吗？这，古代时的印章都是雕刻而成，木头崩裂的角度不可能有相同的，这是最难仿造的东西了。做我们这一行，这也是最基本的常识。你连这落款真假都看不出来吗？徐总，你的意思是说他强买强卖？要么他就是狗屁不懂，要么他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这个针线盒是货真价实的乾隆御用之物。钱如，还有什么话要说？盛总，我是真看走眼了，盛总。看走眼了？看走眼还想花10块钱把我的针线盒买走？我看你的眼睛挺雪亮的。冤枉啊，盛总，你别听这小子胡说。我胡说？你让那个接待往我嘴里面塞玻璃片，又让我出门学狗叫，我胡说了吗？盛总，我只是个接待，我也不懂古董，所以才跟他打赌的，真不是让他这么做的呀。盛总，我们跟他开玩笑呢。开玩笑？所以这姓钱的利用你们来吓我，又故意扮白脸，充当和事佬，真当我看不出来你们在给我下炮啊？冤枉啊！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就是想给大家都有个台阶下嘛。盛总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就是个强奸犯。强奸犯？吴立敏和你说的吧？还说和他不是同伙。小伙子，你刚才说钱如他缺一个针线盒，然后他要掏自己腰包里的钱要买你的针线盒是吗？是的。盛总，这件事情就很严重了。钱如他多半是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，所以他想空手套白狼，利用你的大旗来黑掉这个针线盒。当然了，这区5千万你可能不放在眼里，但这么多年下来，让中饱私囊了多少我们不知道的物件，也不知道给我们店里抹了多少黑，坏了多少你在古玩界里的名声啊！钱如，我待你不薄，居然敢吃里扒外！盛总，我错了，盛总。小兄弟，刚才你是跟他赌吃玻璃渣？是我和吴立敏打赌，这个东西它值不值10块钱，输了就要把玻璃杯吃掉。是他非要帮忙证明这个东西它不值10块。不要，盛总，我不知道这东西这么值钱。这东西要是真不值钱的话，你会饶了我吗？好，愿赌服输，输了就得认账。不过让一个女人吃，这太不男人。钱如，既然你跟他是一伙，那就由你来代劳吧。什么？我不要！来人，把他给我带下去，履行赌约。错了，错了，有股尿骚味儿。姚明，看我们曾经好过的份上，我求你帮帮我吧！我出去之后一定会解释清楚的。你没有强奸我，是我污蔑了你，你帮帮我，我求求你了！你现在肯承认了？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对，是我红心出墙背叛了你。连我出去之后，我一定会还你清白的，我求求你！小兄弟，这件事儿你说怎么处理？我要留着他自己去自首，还我一个清白。听到了吧？今天我可以饶你一命，但是出去之后该怎么说，知道吗？多谢盛总，多谢杨幂，我这就出去，我这就出去。盛总，要不是我们听到外面的风言风语，亲自来查的话，怕是到今天都不会知道钱如居然会黑到这种地步。更让我好奇的是啊，这种行为，店里居然没有一个人向你汇报的。我不知道啊，我只是一个招待，我连古董都不认识，我怎么汇报啊？小兄弟，今天的事儿都因你而起，你说该怎么处置？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是我瞧不起人，都是我的错啊！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跟我们老板说一声，把我当个屁放了吧。还记得你我的约定吗？记得，杨先生，我现在就给您舔干净。既然你想让我学狗叫，那自己出去吧。谢谢杨先生，谢谢杨先生。滚！兄弟啊，看不出来你年纪轻轻，倒也狠得下心。不过，那个女人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吴一年，这个事啊，说来话长。看来她伤你伤得很深呐。女人嘛，旧的不去，新的怎么能来呢？这是我的名片，随时可以联系我。
果然是大老板，这电话号码起码值200万。兄弟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到我的公司去做。什么意思？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。盛总，这个东西身上有煞气，我劝你不要再碰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妈会害我？不是的，这个东西确实不吉利，但是我也不太清楚。我只知道，如果长期佩戴的话，会令佩戴者心神不宁、寝食难安。长期以往的话，还会有血光之灾。胡说八道！我看你是个人品又不错，本来想把你带到我公司里面去工作，没想到你就是一个满嘴胡话、风言风语的疯子。看在今天针线盒的份上，不跟你计较。但是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，否则我一定要你好看。邵老板，我绝对没有在吓唬你。虽然我碎了这手术，但他还不至于要了你的命。如果再长期佩戴的话，说不定你会遇到像车祸呀、高空撞着。杨先生，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，就请离开。好，盛总，这是我的联系方式。如果真遇到危险的话，记得打电话。哼，联系你，除非你是我爹。哥，你也太神了！妈今天早上就能下床了。这样看，妈是不是已经痊愈了？你个傻丫头，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妈这身体啊，还得调理一段时间呢。主要还欠着医院200万的医药费，这也没有闲钱给妈买补品。哎呀，医药费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都解决了。解决了？哥，你怎么解决的？你不会干了什么违法的事吧？想什么呢你？你哥我什么时候干过违法的事儿？我呀，不过是把针线盒给卖了。就那个针线盒，值200万。你还是自己看吧。8个零，就那个针线盒，你卖了5000万。哥，你不会坑蒙拐骗别人了吧？我坑蒙拐骗？哎，他呢其实买那个针线盒啊，一点也不亏。我要不是急着用钱，这针线盒能卖到6、7千万呢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那妈就可以买很多补品了。啊，对了，咱们一会儿去一趟中药店，再给妈配2副药。2副药下来的话，妈差不多就能好了。好，我相信你，那我们现在就走吧。 5000万弄这么一个针线盒，确实很值。就是，只能找人师傅修一下。老板，你没事吧？邵老板，我绝对没有在吓唬你。虽然我碎了这手术，但他还不至于要了你的命。如果再长期佩戴的话，说不定你会遇到像车祸呀、高空撞着。快去找杨大师！杨大师？对呀、就是昨天卖给我针线盒的那个杨大师。电话呢？电话号呢？纸条呢？纸条？就是杨大师给我的纸条，去哪儿了？哦，老板，我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了。对，就是那个纸条，快去古玩店找那个纸条。是。你好，要什么？这个呀是方子，按上面的剂量装2副。是要做成颗粒呢，还是打包好自己回家熬啊？反正这2种都要500块的人工费。按照上面的方子配药量就行，我回家自己熬。钱贵，为了省下500块，自己回家熬。你们懂怎么配药？哥，为什么不做成颗粒？这配药什么的我也不懂。没事的，我知道不就行了。这中药啊，主要就是靠煎熬，熬出药性，而且还不能按照药的剂量平均分配。哎呀，反正你别管了，我自己来。没钱就没钱，还扯什么方子呀？真是搞笑。车好了，4万5。多少钱？4万5，听明白了吗，穷？这还是我们店搞活动，一律打9折，不然呢，这些药要5万块。不是，这才多重啊！4万5，我们不要了。买不起就别买。早知道你们没钱，我就不浪费时间给你们抓药了。去，你哥。哎，你回来，那个我妹妹她不懂，不好意思啊。这药我们要了。我扫你还是你扫我？我扫你。好了，支付成功。
别看了，反正你们也看不懂，拿回家熬就行了。这药不对吧？怎么不对呀？我要的是酸枣仁，而你给我的这是梨枣。什么酸呀咧的，我就是按照你给我的方子抓的药，再在这胡搅蛮缠，我要你好看，赶紧拿着东西滚蛋！把我的酸枣仁给我，我自然就会走。你到底懂不懂啊？这就是你要的那味药，别在这没事找事了，快点滚蛋吧！这是酸枣仁还是梨枣？把你们店的中医叫来，一看便知。好，我给你叫，要不是你说的那样，我要你好看。这就是酸枣仁啊！我劝你看，我给你们的方子还有你们的票子上面都清清楚楚的写着，这要是酸枣仁的话，我只有请市场监管部门的人亲自来看。这两个药效是一样的，你何必纠结这些？哥，什么意思？什么酸枣仁、梨枣仁是什么？这两种药虽然药性相同，药效相近，但是这个价格呀，差的可是好几十倍。你胡说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就不是来买药的，你们是来闹事儿的吧？哈，老板，老板，还有人敢来我店里闹事儿啊？告诉我，你要是敢动我们一下，我立刻就给市场监管部门打电话举报你。我怕你们举报，你们怕是不知道这个店是谁罩着的吧？不管是谁，也大不过法律。我不妨告诉你吧，我小舅子就是高盛集团盛总的手下的，那在我们高原市也是数一数二黑白通吃的大人物啊。别说是你们打电话举报，就是市场监管部的人来，我也让他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盛军啊，你这个穷逼还知道盛总的名号呢？那看在盛总的面子上，把这个药的差价补了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退给你，你他妈想多了吧？你们几个过来，把他给我堵住，别让他走了。哟，这小妞长得挺水灵的呀，要不你跟我去后面打几局扑克，我就放你们走，怎么样？敢动我妹妹一根头发，你试试。你妹啊，别说动她根头发，待会儿我就去后面好好跟她打几局扑克。愣着干嘛呀？给我上！别动！告诉你们啊，我有你们盛总的电话，盛总的脾气你们可是知道啊。要是得罪了他，不会有你好果吃。4个6，这不是盛总的手机尾号吗？这么巧，你认识盛总？哎，他接下来是不是要说这个电话就是盛总打给你的？没错，就是盛总。你说盛总就是盛总，我还说我手机里面有首富官家的电话，要不要打给你看看呢？原来你连盛总的电话都不知道啊！看来你连狗腿子都不如。杨大师，您终于接电话了。您说的没错，我真遭遇车祸了，杨大师。昨天都是我的错，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。废话就不必多说了，找我什么事？说说吧。不知道您现在有没有时间？我想见面聊聊这个玉镯的事儿啊。对了，您在哪儿？我干脆直接接您吧。我在中福路的盛明医药店，遇到点事情，不知你认不认识这个老板啊？不认识啊。啊，怎么了，杨大师？这是老板的卖假药，还说是你罩着他的。妈的，谁胆子这么大，敢打着老子的旗号骗人？老子现在就去卸他一条腿！哟，兄弟，演的还挺像啊。你就是那个老板？是我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，你等着，10分钟后我就到。哟，你这朋友心理素质挺强啊，都穿帮了还在这演。心理素质怎么样？10分钟之后见分晓。好，我就等他10分钟。谁敢动杨大师？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
这是高盛集团旗下。眼前这位就是高盛集团老板盛军，盛总。什么？盛总啊？杨老师，你没事吧？幸好来得及时，要不然真出事儿。把腰带给我系好，蹲下，抱头。我不知道您跟这位杨大师的关系啊，要不然就是借我1万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呢。杨大师，怎么处置他？杨大师，你看，您这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？放了，留着你出去祸害别的小姑娘啊！明白了，你们2个把这给我带进去，让本后再也别能力欺负别的女孩。杨大师，盛总，不要！还有你们2个，要是再让我发现挂着羊头卖狗肉的事情，你们的爪也该剁。是不敢，别杀我们，别杀我们，我们不敢了，真的不敢了，不敢。哥，他们也是听刚才那个老板的话，就放了他。哎呀，不是，我是让他们多收的钱退回来。我说的是多收的退回来，我不想白拿你们的药。杨老师，你看方不方便换个地方聊一下我们的玉主的事？可是我妹妹还在这儿呢。我会安排人送杨小姐回家的。杨小姐少一根头发，我把命交给你。小雪，那你先回家，我和盛总谈一谈。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。慢走，以后你慢走啊。负2。杨大师，咱们换个地方。杨大师，上次是我一时鲁莽，有眼无珠，请您原谅。请喝茶。盛总，您太客气了。上次也是我冒失，贸然打碎了您母亲留下的遗物，你不怪罪我才是。您不喝，就是不原谅我。行，我喝。爹，盛总，您玩笑开大了。上次是我亲口说的，我如果主动找您，您就是我爹。这亲爹嘛就一个，干爹也是可以的嘛。上次只是您随口一说，我也没想过当谁的干爹呀。爹，咱们说正事儿，我这个玉镯真有问题。那个盛总，您别开玩笑，只不过这玉镯你是遇到危险了。我今天差点死了。这玉镯对你的侵蚀还不深，短期内应该不会有伤，不过长期可就不好说。所以我建议你扔掉它。但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唯一遗物。那你把玉镯给我吧，我看看能不能取出上面的煞气。好嘞，麻烦你了。可是这玉镯会不会对你有影响？放心吧，他的煞气还侵蚀不到我。不过你还是要小心，不光小心这玉镯，更要小心送给你母亲玉镯的那个人。杨老师，那我问一嘴，如果我母亲长期戴玉镯，会不会有生命危险？当然啊，难道这玉镯只针对一个人吗？慌张良家，这跟梁家有什么关系？我看吴立敏不还是去你店里挑骨吗？你们的关系应该不会太差吧？您不了解，这事儿啊也是说来话长。多年以前，这东源市是梁家一家独大，所有的世家都不是我家。我盛家也是经过了2代人的拼搏，到了我父亲这一代才算是壮大起来。那梁家眼看压制不住了，就只能夺我骄傲。没想到梁家这个老不死的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居然敢暗害我母亲，此仇不报，我盛军誓为人。啊，对了，梁老师，我听说您和梁家的少爷有过节，只可惜梁家势大，不好对付。
作为咱们东园第一的豪门，想必他们有自己的底牌吧？正面交锋，我盛家确实是对的，但是也相差不远。如果加上侯老还有杨大师你，我想也有几分胜算。侯老，之前我倒是见过一面，不过他的身体状况可不太好，估计活不过明天了。什么？杨大师可有办法？这个，大师您都没有办法，那办法也倒不是没有，只不过上次见侯老的时候有些误会，估计他不会再见了。我总不能隔空给他治疗吧？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。这样，杨大师，正好明天是侯老的寿宴，你我一同前去解释清楚。这是寿宴的情节。不过杨大师，这毕竟是寿宴，怎么说您也得准备些礼物。这礼数周到了，到时候也好办事。哎，算了，还是我连您那份一起准备了。这就不劳盛总托费了。寿礼的事情我自己来。小姐，侯家送来的请柬。放下吧。哎，对了，我最近让你看的那个叫杨明的，有什么情况？禀告大小姐，那个杨明似乎结交了高盛集团的圣君，在东园已经汇有能量，他似乎也参加了盛宴。行，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这侯老在东园虽颇有些声望，但也不足以我官家亲自去出手。不过这杨明倒是有些手段。算了，东园的事看看就得了。这杨明结识的圣君，想必也不会受气。我还是散散心，等过段时间爸对他的恩情淡了，哎，回去就算了。别沾染太多。真没什么好东西，全是现代仿品，还卖几千万，拿这钱可真好挣。嘿，小兄弟来看看啊！哎呦，小兄弟好眼力啊！这个笔筒可是好东西。小兄弟，你是打算送人啊，还是自己收藏？啊，送人。嘿，那我们这可有定制包装，保证你拿出手面子足足的。是吗？那这两个多少钱？500块。哎，什么500块？是500万。500万？你看你这个笔筒，胎面粗糙，分明就是现代仿品。你当我冤大头啊？这怎么能是现代的仿品呢？你看看这底足，这分明就是个老物件。我告诉你啊，前两天那个高盛集团的古董店，一个乾隆时期的地质剑盒就卖了5000万，更何况呀，我这可是元清花釉的红地官窑。但你看你这个底面，粗糙的如此均匀，一看就是打磨机打磨过的，当我不识货呀？小子，你是行家，行家还谈不上，就是眼光好点。你笔筒上这竹林七贤4个字应该是手绘，烧制工艺呢也还不错。算上这个香炉，一共500块，你也不亏。哎，什么不亏啊？我这香炉可是老的。老的？你这香炉既然是老的，为什么没有锈迹？跟崭新的一样，你糊弄鬼呢？这我哪知道啊？这出土的时候就跟崭新的一样嘛。出土？500就500吧，给你了，给你了。哎，我这可是一概胜出，概不退换的啊！你刚才不是说这两个能包装吗？包上吧。都这么便宜了，你还要包装啊？刚才是你说的，他俩能包，让我送出去倍儿有面啊！行行行，
送谁的呀？送一个老人的寿礼。用不用鉴定证书啊？鉴定证书就算了。哎，不过你上面帮我写2个字儿，就说祝侯老不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谁？侯老？你说的是那个东源市的收藏大家古玩大师侯老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啊！你就买这2个东西拿去当寿礼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小兄弟恐怕你不知道吧？知道什么？哎呀，这一次的寿宴可是私人宴会，这没有侯家的请柬呀，还是进不去的。看你这样，恐怕难哦。你觉得我是没有请柬吗？切，就你这样，瞅你穿这身衣服，哎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有请柬呀，我跟你姓，嘿。钱收了吧，正好的啊。梁少，吴小姐，欢迎欢迎！没想到梁少你的身体还没痊愈，就来参加我父亲的寿宴。我替我父亲感谢2位的到来。侯小姐客气了。2位请进。侯小姐，老爷子的身体状况怎么样？你竟然还敢来我家！我告诉你，我爸好得很。侯小姐，你好好想一想，我和你无冤无仇的，为什么要诅咒老爷子？我今天来，只是担心老爷子身体状况。哎呦，杨明，几天不见变神医了，是官家的旗帜不好打了，改套路了，以此来接近侯小姐。是啊，侯小姐，你可要小心他呀，他可是个强奸犯。吴丽敏，你难道忘了那天在古玩店你是怎么灰溜溜的滚出去了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侯小姐，我希望你带我去看看侯老，否则的话，侯老的身体状况撑不过今天。大言不惭！侯小姐，你不用听这个废物，他不过是想借侯老的名义骗你的钱罢了。我用我的名誉保证，侯老的身体绝无问题。别说今天，就是10年也没有任何问题。难道你许院长的名誉比人命还重要吗？许院长，息怒。杨明，听说你前几天设局打赌，欺负了敏敏。这样，咱们今天也打个赌，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有什么不敢？好啊，既然你这么笃定侯老爷子今天身体会出问题，那咱们就赌一下。如果侯老先生能平安度过今天，那你就当场跪下，给侯小姐磕头敬茶，还要把你的眼珠子抠下来，送给侯小姐当赔礼。你还真恶毒啊！不过我答应你，但如果你输了呢？如果我输了，下跪磕头，给你奉茶拜师。有你这种弟子，还不够丢脸？好，你说你要怎样？如果侯老真出了问题，不用我多说什么，国家自然不会放你。不如这样，梁少不是很相信许院长的医术吗？当然，如果你要是输了，你们这队就必须告诉在场所有人，你们是怎么污蔑我强奸，又是怎么贪图我家的墓地。杨明，好，就这么定了。侯小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没办法看到他这样的人拿侯老爷子的身体开玩笑，所以说我必须要教训他，这才拿侯老先生做对赌。希望你不要生气。吴芳，我告诉你，我父亲身体什么情况我很清楚，我最后再给你个机会，你走。侯小姐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一个人如果身体有问题，
是不可能及时发现，要不然也不可能这么多癌症患者到晚期才知道。侯小姐，你的心也太上了，这种人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。对呀，侯小姐，跟这个废物说什么话呢？别说对赌了，他今天连这个大门都进不去。杨敏，瞧你这穷酸样，你今天是来参加侯老爷寿宴的？是又怎么样？哼，怪不得还在这大放厥词。我猜你连请柬都没有吧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梁少对赌？这侯家大门是你想进就进的吗？这是我们侯家的私人聚会，据我所知，我好像没有给你发过钱。看吧，梁少，他连请柬都没有，他根本就没有资格跟您对赌。杨明，这赌注你已经输了，赶快把你眼珠子挖出来！谁说我没有请柬的？你怎么会有请柬？这你别管。这不可能，我没给过你请柬，这是谁给你的？我知道了，侯小姐，一定是他偷的，赶紧报警啊！吴立敏，你脑子没病吧？你有什么证据是我偷的？谁又会傻到去偷一个请柬？不知道某人是不是找了个富婆包养？毕竟找个富婆包养能少奋斗好几十年呢。吴立敏，别人这么说也就罢了，你忘了你昨天是怎么灰溜溜从蝴蝶店里滚出去的吗？切，不就是你祖坟冒青烟卖了个破盒子，有那么点破钱？那点破钱还不如侯老随便收一个寿礼值钱。杨明，你这个臭屌丝也就这点格局了。你不说出这请柬的来历，我是不会让你进来的。这是盛总给我的。盛总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盛总怎么会给你这种东西？请柬就是我给杨大师的，有问题吗？侯小姐，杨大师是和我一起过来祝寿的，这次他有和梁少对赌的资格了吧？圣君，你什么意思？想要跟我梁家作对吗？别忘了，我家的寿礼也是在你那儿买的。我们梁家这么给你面子，你就这么恶心我的？梁涛，你不会以为你们梁家做的事儿，我永远不会知道吧？侯小姐，说吧，到底让不让杨大师进去？如果杨大师不参加寿宴，那我也没有必要参加了。既然盛总都开口了，那这件事情就算了。不过我还是要奉劝盛总一句，有些江湖骗子可不要轻信。行吧，杨明，既然你有请柬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不过这是侯老爷子的寿宴呐，你好歹带点东西来呀！寿礼都不拿就过来参加寿宴，你妈没教过你礼节吗？谁说我没带寿礼？这破盒子一看就是路边摊买的，你这穷屌丝也就这点格局了。俗话说得好，礼轻情意重。怎么，侯老师看贺礼价值多少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诚心祝寿吗？杨明，你胡扯！我父亲怎么会是那么肤浅的人？可是他吴立敏刚才就是这个意思呀，我可没说侯老很肤浅啊。再说了，我这贺礼啊，是轻是重，全看你们识不识货。不就是有盛总给他撑腰吗？看他那样子像个暴发户一样，恶心死！呸！等着瞧，今天我一定要让他好看。兄弟，你厉害呀！竟然真弄到侯家请柬了。你不是也弄到了吗？我这不一样，我是因为家里有长辈跟侯家有点关系，才有的请柬。原来你是侯家的人，远亲罢了。我刚才看到你好像是跟盛总一块进来的呀，你怎么不去跟他一起做主桌啊？那一桌的人，我不太喜欢。哼，我不信，谁有能做主桌还不去做的？小兄弟，吹牛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啊！侯姥姥，
余广祝您福寿双全，鸿运绵长。卢兴旺祝您岁岁有今天，年年有今天。好，好，好，大家都好啊，都坐啊。那就由我来先开始吧，侯老先生。这是东北长白山的百年野山参，我特意献给您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我听别人说过，像这种野山参，人在不行的时候含住一片，就可以把气吊回命里，这样可是个救命的好东西啊！可不是嘛，野山参本身就是无价值，像这样的品种，它更是无价值。我就是干药材批发的，像这种等级的野山参，这辈子都没见过。你就看那根须，比我大拇指都粗。要我说，少说得500年。好，曲院长有心了，您喜欢就好。怎么，你有意见？杨先生既然是想指点一二，那就请杨先生。不，我倒是想听听杨先生的高见。不过是一株人工养殖的垃圾货而已，还打了催生剂。曲院长，您口才可真好，能把这样的一个垃圾说成是上天的珍品，恐怕曲院长的医术也和这垃圾货一样金虚其表吧。放屁！这个百年野山参可是我托朋友亲自找来的，我这儿还有视频为证，少在这里妖言惑众。这视频明显是摆拍啊！这要是有人信的话，那母猪都能上树啊！放屁！这也是假的，那也是假的。今天不管找出什么东西，你都在说是假的。好了，学长，你手中有证据，跟他废什么话呀？杨明，我看你存心来捣乱的。侯小姐，你想让这样的人毁掉老爷子的寿宴吗？来人，把这乱棍打出去！等一下，侯老，我身边这位徐总对药材颇有研究，是不是百年野山参？他看一眼便不知晓。这2年在中药材和古玩界都颇有威望的徐大师就是不知道。何老，你过奖了，我无非就是在拍卖行待久了，看得多了而已。既然是徐大师，那就请您来鉴定一下。按这个个头来说的话，的确是百年级别的。杨明，听到了吗？哎，急什么呢？这我还没说完呢。这个东西啊，绝对不是什么野山参。什么？这人参能养这么大？各位看啊，它的根茎十分的笔直顺畅，野山参怎么可能有这种生长环境呢？我看呐，倒像是人工催熟出来。可我的视频，齐院长啊，这网上猫腻很多啊。那为什么说我们玩古玩、玩翡翠、玩药材的，从来不在网上看呢？那就是因为隔着屏幕有很多东西啊，你都看不准。等一下，徐大师，我不是质疑你的权威，但你毕竟是盛总。那盛总和杨明好的跟亲兄弟，你说这句话是为了帮杨明解围吧？没错，你们都是一伙的，一定的贬低我的野山参。这东西是真是假，一验没有仪器怎么验呀？能进人嘴的东西，何必要用仪器呢？那吃出人命怎么办？人命？齐院长，您刚才不是还说这野山参吃了能够延年益寿、百骨生肉吗？怎么现在还怕吃出人命？你可真是痴了！杨明，这人参呐，乃是大补之物，尤其是这种百年野山参，普通人吃了肯定会流鼻血。不如请在场各位啊，随便挑几个人出来，以酒吞服，以加快人参药性的散发。这如果真的是野山参的话，那么不出10分钟肯定会流鼻血，而且是狂流不止。当然，这要是人工养殖的，就没什么疗效，最多就是身体会发热而已。所以，在场的各位，有谁想试试吗？那我来吧。侯老，祝您福寿安康，平平安安。好，你也好。等等，侯老，我看他和杨明是一组，他们应该是一起的。如果让他来验证的话，我怕他们两个做局啊。和我坐一张桌子就是同伙，那和我在同一屋檐下的不都是我同伙吗？那是那今天在场的各位就都是我的同伙。胡老师、曲院长是，还有梁涛老师。
你这是在狡辩！好了好了，梁少，此人乃我至交好友之子，和我们侯家是世代之交。他愿意出来帮忙验证，我相信他不会骗我的。哼。好，现在是10点03，我们就等他10分钟。10分钟到，怎么样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感觉，这什么破人参啊，跟个萝卜似的。哎，都不如那个中药房开的那个人参片儿啊。我的30万，打水漂，30万就想买百年野参树？徐院长，你好歹也是我们国内的知名教授，你当闹的？杨明，你凭什么嫌弃人家曲院长送的东西？人家好歹是花了30万买的，虽然不是正品，但起码人家诚意是够的。你呢？不好，这家伙不会真把从我的摊位上买的东西送给侯老当寿礼的吧？哎呦，那可丢人丢大了。我送的寿礼自然不会比曲院长差，你就放心吧。哎，合着兄弟，昨天你跟我开玩笑呢。我就说嘛，你肯定不能把花500块钱的寿礼过来当礼物啊，是吧？你要是拿了呀，老哥也得跟着你丢人啊。没错啊，我送的就是从你们来的啊！侯老、侯小姐，你们听到了吧？这家伙居然拿自己在地摊上花500块钱买的东西当做寿礼，还在这里大放厥词，嫌弃人家曲院长买的东西，真是太无耻了。我觉得说的对，我们在这也就算了，但是这个东西凭什么在这儿挑？他自己不也是带了一件便宜的500块钱的便宜货？谁说不是呢？许院长就算买了几货，但是人家好歹心意到。那你看他呢？侯爷寿礼就500块钱，不是我没听错吧？好歹也是侯老爷子的寿礼，拿500块钱的礼物也能搬上台面了。杨明啊，杨明，你在这说了半天，我以为你有多了不起呢。人家曲院长好歹拿出30万买寿礼，你呢？500块钱就敢往这摆？你以为这是哪儿啊？你家的穷山沟吗？这是侯老爷子的寿礼，侯老爷子在咱们东园那是德高望重啊，就连咱们市首对他都颇为尊敬。你花500块钱买来的寿礼，你这分明在羞辱他！梁涛啊，梁涛，还真是个小丑，成天就知道蹦。你怎么知道我花500买的东西，它就价值500？哟，杨明，你该不会说自己捡着漏了吧？可以啊，那你就拿你的寿礼出来比一比。比一比谁的寿礼更加值钱，比一比谁的寿礼更加尊重侯老。小兄弟，你就别逞强了，那笔筒吧就是个现代仿品，我自己卖的我能不知道吗？侯老爷呀，可是大收藏家，瞒不住的。杨明，你的卖家都这样说了，你还要逞强到什么时候啊？就是，杨明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儿就别再做了，免得贻笑大方。侯老，我看他就是来捣乱的。刚才说您挺不过今天，现在又故意贬低曲院长，而且还送了个现代仿品当寿礼。我看他就是来捣乱的。什么？竟然说我活不过今天？老白，梁少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的，刚才在门口他说您的身体有大问题，撑不过今天，还和梁少打赌。我看他有情节，就让他进来。胡闹！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来，张大佬，出去！够了！好了，杨大师确实是和我一同来的。这样，杨大师的那份寿礼，我得为他准备一份，就当是为各位赔罪。曾经，他是你带来的。是，好吧，杨大师确实是和我一同来的，但是我敢保证，杨大师绝对没有故意捣乱的意思，这一点我圣君以人格担保。所以，可否再给我一个机会，重新备份寿辰，就当是给各位赔罪吧。不必这么麻烦。侯老既然是收藏大家，眼光自然独到，不如把我和梁涛的贺礼都拿上来。侯老一看便知道谁的诚意更深了。小子，你这话的意思是我们大家都冤枉你了？侯老您一看便知。你觉得呢，梁少？好啊，既然你自己找死，那我就不惯着你。侯老，那就有劳您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来玩玩。盛总，看来你被这个废物骗得不轻啊，想要拿寿礼压我一头。梁少不敢比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我们梁家还没怕。那梁少敢不敢比一把？
赌什么？我听说梁家新开了一个拍卖公司，为的是参加官家的斗鼓大会。你消息很灵通啊！正好我也有一家拍卖公司，我们来赌一把。盛总，这是我和梁涛的私人恩。梁大师，这已经不是你们的个人恩怨了，这也是我们盛家证明实力的机会。官家的斗鼓大会，我们各大世家都想借机打响名声，我也想让侯老高看我们盛家一次。我们就拿各自的拍卖公司作为赌注，如何呀？我没问题，只不过某些人嘛，就怕他拿不出什么赌注来。杨大师的那份折现，如果我和杨大师输了，我高盛集团旗下的拍卖行还有我的古董店都归你。但如果你输了，拍卖公司就是我的了。好，看来我今天不光能得到一个古玩店和一个拍卖行，还能得到某人的眼珠子。话别说太早，今日一过，恐怕你梁家的拍卖行就该易主了。盛总，你先请吧。来人！孔雀石，孔雀石，这是比鸡蛋还大的孔雀石。不，你错了，这不仅仅是孔雀石这么简单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安排能关了。关灯。这珠子发光了，难道这是传说中的夜明珠？好了，开灯吧。果然是夜明珠啊！据说当年老佛爷死的时候嘴里含了一颗，今天这一颗一张嘴都含不下，是一件喜事。这上拍卖会的话，至少10个亿起步。这个宋盛送10亿，高盛集团果然财大气粗，比老佛爷那个还大，这可太厉害了。现在虽然说有人工培育的孔雀石，但是有这么大的孔雀石，不管是不是人工培育的，那都价值连城呢。我可真是开了眼。这不是古董。今天是侯老爷子的寿宴，也没说非要送古董，而且刚才的对赌也没说非古董不可。盛总说的没错，老头子我还没有说过非得古董才能当寿礼这句话。该你了，梁少，把我的寿礼拿出来。盛总，怎么脸色不对啊？杨大师，我好像着了道了。着了道了？那个女人去我古董店买的是一个价值5000万的元青花罐，但是这个盒子太小，根本装不下那个罐。看来今天就算不能得，他也会主动挑衅，让我出去。先别急，盛总，您的那个夜明珠价值可是10个亿，很少有东西能高得过您吧？但愿如此，别阴沟里翻了船。哇，好漂亮！这是钻石，侯老请品鉴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世界最大的钻石海洋之心？听说它早就被跟送上断头台的国王一起毁掉，没想到它竟然完好无损。侯老明鉴，他只不过是个落魄的国王，马上就要送上断头台了，怎么可能佩戴这么贵重的珠宝呢？他们的传言呢，不可信。盛总，你的夜明珠跟我的海洋之心相比，我的海洋之心不仅贵重，而且它代表了一段历史。侯老，您怎么看呢？没错没错，梁家不愧是东源市第一大豪门，连这种东西都能搞到手，真的是让老头子我大开眼界呀！老爷子，您看这钻石大概值多少钱啊？起码20个亿。20亿？不，上拍的话，底价至少25亿起步。25亿？盛总，现在怎么说？愿赌服输，无话可说。好啊，既然这样，履行赌约吧。哟，你不会想赖账吧？放屁！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，敢跟我盛勋这么说？告诉你，说话向来说一不二。带着你的人来公司签合同。那我就要感谢盛总送来的拍卖行和古董店了。等一下，梁少，有些心急了吧？我的东西可还没看呢。你不会疯了吧？有这2样东西在前，你那破风一品有什么好看的？拿出来也不显突兀。带过来吧。哼，连卖家都不好意思拿出来的假货，就你有脸在这装。
这不会真是一个古董吧？杨少，怎么办？就算是真的又怎么样？我看这个笔筒最多也就是个送账，值个7、8千万吧，顶天1个亿，跟我的海洋之心比，根本就比不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徐总，您怎么看？那个设备我也说不好，不过这个摊主一看就行。他说是个高仿，多半是不错。就算是真的古董，梁涛说的话也没问题。这个笔筒能超过1个亿的概率很低，比您的夜明珠还有虚词很多，那就更别说超梁涛的海洋之心了。杨大师虽然眼光独到，但这笔筒确实再怎么值钱，也不可能跟杨涛的海洋之心比。这一次真的栽了。哦，果然是现代仿品，果然是现代仿品。杨明，都听到了吗？侯老都这样说了，你还不认输？我可从来没说过这个东西它不是仿品。侯老，我带来的东西可有2样，您要不要看看另一个？你那个香炉连锈迹都没做旧啊，看样子这根本就不是香炉嘛，都变形了。我看呐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老物，咱也别看了，侯老。侯小姐，你还是宣布谁胜负吧。我宣布。等一下，杨明，你还想干什么？够了，杨明，你侯老，你就看着这个臭屌丝3番5次的在你寿宴上捣乱吗？怎么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来人！等等，侯老，之前有些匆忙，还没来得及擦，还望您见谅。现在您再看看它是不是古董。侯老，这香炉有什么好看的？它就是一个现代仿品，而且仿的十分低劣。闭嘴！社总，还得几个变化。徐总，您能看出这是什么？看不出来，不过梁涛说的话没错，这个香炉连形都对不上，应该是没什么悬念才是。可是侯老为什么这么激动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这莫非就是？没错，这就是9州鼎之一。没错，这9州鼎没错，这上面的记载，还有这图案，哈哈，这种质感，我说那么大的鼎怎么能够遗失？后世只能够仿制重做。哈哈，原来啊，它本身就这么小。听说这鼎乃天外陨铁铸成，不生锈不腐蚀，果真如此。哈哈，想想也对，天上怎么可能掉下那么大块金属？本身材料就有限，还熔炼铸造9座鼎，怎么可能做到很大？爸，你不会是看错了？胡闹！这种东西，你爸我怎么会看错？这辈子能够见证这份历史啊，真是在所不惜啊！这是9州鼎，那岂不是无价之宝？我靠，这东西原本是我的，我500块钱现在就卖给了他，难怪他知道那笔筒是个仿品，他还去买。原来他真正的目标是这个9州鼎。哎呦，真是悔死我了呀！侯老，这东西没见过就是没价值，那么杨敏他就输了。对，放屁！州鼎一书不仅给我国历史上弥补了空缺，还证明了一个朝代的存在。岂是金钱所能衡量的？你个不懂就给老子闭嘴！这就是玩老物件人的终极梦想啊！古人云：朝闻道，夕可死。我今天见到了这个东西，就算是让我死，我愿意。别说这种不吉利话。小伙子，我收起之前对你的偏见。你能够送9州鼎作为寿礼，我老头子应该感激你才对。爸，许院长，快来看看我爸怎么了？这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我也不太清楚，还是赶紧送医院吧，再晚恐怕就……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会这样？侯小姐，我希望你带我去看看侯老，否则的话，侯老的身体状况恐怕撑不过今天。杨大师，你既然能看出我爸的病症，你一定能救他，对不对？求求你了，救救我父亲！侯小姐，又何必相信那个招摇撞骗的人呢？梁老爷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跟孙神医在附近喝茶，听见声音就赶来看看。啊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孙神医，曾经是高层医疗团队的负责人，
我国3大中医圣手之一的孙武庚。孙武庚，哎呀，常言说得好，阎王叫人3更死，不会留人到5更。我们孙大师出手啊，即使阎王要他3更死，他也能强行留人到5更。孙神医，求你救救我父亲吧！徐总，您听说过这个人？孙神医应该是3万户口之一，他的一手飞牛针，哪怕是将死之人也一定回口气。这个老侯老刚出事他就到了，分明就是算计好的。杨大师，怎么办呢？先看看再说吧。看看，这不是万一他要是治好了，咱们怎么办呢？爸，你醒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多亏了梁老爷子，他及时带着孙神医过来了。你刚才情况很危险，你吓死我了。多谢孙神医，多谢梁老爷子。哎呀，不必不必，碰巧而已。杨明，你什么意思？侯老醒过来，这是天大的好事。你在那又摇头又叹气的，怎么？你是盼着老爷子人没吗？我叹气啊，是因为这个孙神医，他虽说有些医术，但是学艺不精啊，这没有在救人，反而是在害人。胡说！如果孙神医都学艺不精的话，那还有谁敢说自己医术高明？你吗？小兄弟，我的师傅可是人称阎王嫡的神医，我已经继承了我师傅8分的医，虽不敢自称神医，但学艺不精这4个字儿，恐怕也用不着你说出来。别的我还不敢说，但这个回阳针法，你只学会了皮毛，还没学成医术就敢出来救人，你这不仅会害死老爷子，还会让老爷子疼痛更加深刻。你放屁！杨明，你就是看孙神医把人救回来，你嫉妒他？小子，说话可有负责。我说的话我当然能负责，但是你能对你自己负责吗？侯老的病，我一定负责到底。好，那我就等着，想必时间也不多了。爸，孙神医，怎么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杨大师，求求你救救我父亲！只要你愿意出手，我任凭你处置。杨大师，您能救好我吗？侯小姐，今日我来本来就是为了救你。如果侯小姐信任我的话，我可以试一试。您请。针借我用用。你自己没有？废话真多。多谢杨大师，多谢杨大师。你要是早点让我医治的话，就不至于折腾这一下了。你呀，还是尽快好好休息吧。多谢杨大师救我父亲的大恩。侯小姐，侯小姐，侯老先生啊，你还是快送下去休息吧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扶我父亲去后面休息。侯小姐，这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这分明是孙神医的功劳。孙神医施针效果来得慢了一些，
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就是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，还给这孙子装傻。侯小姐，我看你最好明辨是非，还孙神医一个公道。井底之蛙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不，我没孙浩。还请问，您师从何门？孙神医，你刚刚的情况，旁人一眼就知道，分明是杨大师一手通天救了侯老爷子，你们梁家竟敢冒领这个功。杨大师，我听我师父说过，完整的回天针法只有师祖老人家会，到了我们这一代，只能略懂些皮毛，能够习得完整的回天针法。您的辈分一定很高。你小子懂得倒是挺多嘛，知道我用的是一整套回阳针法。我听师父说过，今日一切，这是三生有幸。既然正有您这样的高人照看，侯老一定不会有问题。那我们就先回去，好好研习一下您的针法。好吧。哦，不知可否留个联系方式？以后有不理解的东西，还可以请教您。这个，你联系盛总就好，他能联系我。盛总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孙神医，您客气了。这是我的名片。侯小姐，既然侯老爷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先走了。等一下，盛总，有什么要赐教的吗？如果是泼脏水，就免了吧。孙神医虽然没救好侯老，但是他也尽力了，我也是好心，在座的都看到了。这我当然知道，我可不像某些人，明明是杨大师治的侯老，却偏说是孙神，这脸皮可真厚。不过某些人在走之前，是不是应该把赌约先履行了呢？什么赌约？梁少，刚才打赌的时候那么得意，怎么现在变成缩头乌龟了？又没有字据，什么赌约？我们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在座的各位可都看到，有侯老和侯小姐作证，你不承认，我也不能说什么。但是你们梁家的名声可就要扫地了。真的？我愿赌服输。好，梁少，那你就写下字据，盖上手印。明天我安排人去你拍卖行交接。好了，我们梁家一诺千金，我今天在这儿也把话放在这儿。我儿子既然赌输了，你盛总明天派人去就得了，不就一个拍卖行吗？我们梁家输得起。走，等一下。赌约我们都履行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你们别过分了啊！不知梁少是否记得刚才在门口定下的约定？既然你想要我的一双眼睛，那你是不是也该履行承诺了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梁少，你说了就得认。刚才要不是有杨大师，我爸今天必然出事。你必须履行赌约，向大家说出你和吴小姐的事情。梁少，你还真是玩不起了。梁少，你可别听他们的。贱人，给我滚！好，我说，他吴立敏故意勾引杨明，污蔑杨明强奸，就是想要得到他杨家的墓地送给我梁家，行了吧？不是，那当年的强奸案是这么回事？我就说这杨大师跟那人长得真像。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？梁少，滚！我不想再见到你。杨明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你看，你现在也功成名就了，我也迷途知返了，你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他梁涛履行了赌约，现在是不是该你了？你要不要向大家说说你做的好事儿？
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下贱。我不仅勾引梁少出轨，我还污蔑杨敏，把他的墓地送给梁少，以此来攀龙附凤。都怪我爱不虚荣，怪我拜金，我知道错了。杨明，这样行了吧？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盛总，还麻烦您把他送到他该去的地方。好，一会儿我就让人把他带到派出所里去自首。还有他也一并送过去。不是，别呀，我什么都没做过呀。我父亲在你们医院检查的身体做的手术，是东源最好的医院，我不信你们查不出来。当初你们去医院的时候，杨大师就已经说了侯老的身体出问题了。在做手术之前，侯老的身体就有问题，我们只是没检查出来而已嘛。你觉得我会信？侯小姐，曲院长说的倒也是没错，不如我们先把他留下来，等一会儿我有情况要问你。谢杨大师。各位，我父亲今天身体有恙，寿宴是不能继续了。各位请用餐，如果有赶时间的，请自行离开。请恕我不能送各位离开了。没关系，胡小姐，侯老身体要紧，就不用管我。对，胡小姐，我们自己来就可以了。带着他跟我来。对了，杨大师，你想问他什么？其实啊，曲院长也没什么毛病。侯老爷子确实是来医院之前身体就出了问题，他检查不出来，我也不意外，毕竟他医术有限。是，我医术有限。只不过呀，我很好奇，这梁老爷子是怎么知道侯老爷子身体出了问题的？这孙神医总不能天天都待在这侯老爷子身边吧？杨大师的意思是？所以我想知道的是，今天为什么如此凑巧，孙神医和梁老爷子同时出现在寿宴之上？我想之前在医院，梁老爷子没少去看侯老爷子的身体状况吧？你说，我父亲住院期间，梁家有没有派人过来？我说的嘛，梁老爷子怎么出现的那么及时？原来他早就知道。好啊，梁家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。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他们万万没想到，那个孙神医的医术不如杨大师。多谢杨大师，我侯万白无以为报。以后您有什么需要的，我侯万白能做到的，一定为您效劳。既然梁家作恶多端，我看不如侯小姐就和盛总一起合作吧。盛总意下如何？那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呀。好，那我们说好了，下周的斗宝大会，我们两家一起联手扳倒梁家。好。哎，对了，杨律师，侯老身体不适，不如斗宝大会您和我一起去吧。其实相比于侯老，更相信您呢。而且这斗宝大会就在东源市，到时候还可以和关家小姐见上，谈谈合作。关家小姐，关小姐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没有必要和您回关家。今天的事情，就当是还了关老爷之前的情分。今后我们互不相欠，从此大路朝天，咱们各走一边。这样最好，我们走。盛总身边有徐总这样的人才，还有侯家相助，这一定能够永夺桂冠。我就算了吧。不，杨大师啊，您能花500块拿乡公所9州顶，此事传开，必成传奇佳话。我这人眼力，主持个拍卖会还行，跟您比，差得太远了。杨大师，您就来吧。我心意已决。好吧。啊，对了，杨大师，那您可记着明天到公司来办手续。什么手续啊？拍卖行啊，
这次对赌你我3人，最后是你赢了，所以梁家的拍卖行、盛家的拍卖行，还有我的古董店，都是您的。咱们不是一起的吗？怎么盛总还要把你的拍卖行和古董店都给我呀？而且我也不会经营啊。愿赌服输，我盛军做事一向实守。今天如果没有杨大师，我还指不定怎么出手。而且跟侯家的合作也是看在您救了侯老的份上。杨大师，您就不要推辞了。好吧，但我确实不会经营。这好说呀，如果您想经营呢，那就自己试试。如果您不愿意，那就找一个专业的团队，他们去经营也是一样的。您只需要找专业的人监督就可以了。那我试试吧。张卫东，就是我，杨大师。明人不说暗话啊，我家祖辈上是摸金倒斗的，那个香炉，那个九州鼎就是出土啊。其实到我们这一代已经不干这一行了，那个是我父亲以前留下的。我想着你有空上我那儿去看看我父亲留下的其他物件。哎，当然，如果你有忙，我一定会帮的。行。哥，你回来啦？对了，咱妈怎么样了？妈好得很，你放心吧。哥，你明天有事吗？没事的话，跟我出去办点事。你一个没毕业的大学生，能办什么事儿啊？这不前2天家里的事情多，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实习了一份工作，还没有我发工资呢，那可是1000多块钱呢。咱家已经不缺钱了，那工资就没必要要了吧？怎么没必要啊？那可是我劳动所得的。行，那这样吧，等你毕业了，哥安排你当经理怎么样？咱们家现在呢，虽然有点小钱，但是那点钱也开不起公司啊。哎，算了，不说了，你去洗洗手吃饭吧。对了，你在哪家公司实习啊？德胜拍卖会。那不是梁家书院拍卖行吗？小姐，听说侯老寿宴上出现一件绝世珍宝是九州鼎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所以你是说，这东西是杨明花500块钱作为寿礼，然后被侯老鉴定发现的？这家伙运气还真好。有人说杨明是这方面的大师，眼力胜过侯老，而且孙神医对他的医术十分敬佩。哼，孙神医都快能当他爷爷了，还对他的医术敬佩。哎，这鉴宝和医术本就是2个领域，人这一辈子在一个领域都很难超越孙神医和侯老的成就，他怎么可能同时超越他们2个？哎，行了，一会儿跟我走一趟，把这个邀请函送到他们的梁家德胜拍卖行，邀请他们来参加斗宝大会，由官家主持斗宝大会，还有东园第1豪门参与。这斗宝大会在东园的牌面也算是拉满。等我顺势主持完斗宝大会，估计我爸就把那家伙忘了，到时候我也该回去了。哥，就是这儿，我已经在这里干了1个多月礼仪小姐了，就是不够工资。走吧，但是啊，那个范经理很难缠。哟，有人要酒吗？你是来找范经理的？我来领他去。哎，等会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我哥，我带我哥来要工资，有问题吗？就。小雪，我怎么感觉那个保安怪怪的？哎，别管那个保安了，范经理总是以各种理由不给我工资，那个保安就是他抖腿的。走吧。杨雪来了，这位是？这个是我哥。哥呀，好，你们先坐，我这会儿有文件，等着我签字。范经理，你就别来这一套了。我上次等了你1上午，
今天我必须拿到工资，你就说今天给不给吧。给呀，当然给。不过小雪你也知道，公司要走流程。财务那边说就差你的签字了。这不是太忙了吗？小雪，公司给你们实习机会，不是让你们奔着挣钱去的，是让你们借着机会多学习学习。范经理，你上外面打听打听，哪个礼仪小姐一个月工资才1800呀？小雪啊，你要学会进步，而不是钻到钱眼里去。这个，只要你愿意跟着我多学习学习，我不仅能让你拿到工资，等将来以后你毕了业就留下来当我的秘书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手放哪儿呢？你就是杨雪的哥哥，你就是杨雪的哥哥，混的也不怎么样，有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妹妹，你就偷着乐吧。杨雪，我也就跟你明着说了吧，你是实习，连试用期都不是，这工资发不发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儿。只要你乖乖跟了我，我不仅能让你拿到工资，还能让你得到一份工作。如果你不愿意，那不好意思，我们之间没签合同，就算是这事儿告到法院，这工资你也是照样拿不到。合着你想潜规则我？找死啊！想打我，动手啊！你知道我们德胜拍卖行背后的是谁吗？谁呀？东源市第一豪门梁家。你可以出门打对头，谁得罪了梁家，还能好好在东源市混呢？好，怕了吧？不过我最近好像听说你换老板。胡说八道！梁家的拍卖行谁敢动？杨雪，你最好好好想想，坑了我，背靠梁家，前途无量。嘿，哥，原来这家拍卖行背后是梁家，我早知道是梁家，我就不在这儿干了。工资咱不要。别呀，工资咱们该要。这就对了，小雪，你看看你哥多识时务啊！你敢动手，来人，给我抓起来！够了。你是谁？这位可是关家大小姐关雅。关小姐，可是小人眼拙，没人出来，请关小姐恕罪。行，赶紧把该结的工资给结了，连实习生的工资都克扣。这种拍卖行根本就不配参加我们关家举办的斗宝大赛。我这就让人举办，我先通知梁少。算了，你给我转交给他吧，这是邀请函，1周之后邀请梁家来参加我们的斗宝大赛。杨明，你做事能不能过脑子？在这儿动手，哪怕是为了你妹妹，你惹出来的祸你自己也处理不了。多谢关小姐，其实这一次也是我凑巧帮你摆平，不过不会再有下一次，再一再二没有再三。记住你自己说的话，我们关家可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好，我明白了，关小姐放心。我现在就让财务把杨雨的工资结了。不用了，你被开除了，滚吧。啊？不是，杨明，你妹妹被拖欠公司，我可以帮你要回来。不过你要找人开除这个经理，我可没说要帮你啊。而且我刚才也提醒你，别想打着我们关家的旗号报复别人。关小姐，从今天开始，这家拍卖行是我的。我在自己的公司里开除员工，没什么不妥啊。什么？你胡说！这分明是梁家的拍卖行。哥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给梁涛打个电话问问，不就知道。哎，梁少啊，是这样，今天有个人来。哎，什么？杨老板，你瞧瞧你也不早说！我要是知道杨雪是你的妹妹，我也不会。行，我没有时间和你废话，要么你自己走，要么我一会儿让盛总来帮你走。不，选一个吧。我自己走，我自己走。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家拍卖行不是梁家的吗？从现在开始，这家拍卖行是你了，你就在这当实习经理，帮哥好好看着公司。不过你可要努力啊，要不然我不给你转正。你
放心吧，我肯定会努力的。杨明，这家拍卖行真是你的？嗯，是我的。不是，那你刚才怎么不说？刚才你也没有让我说话呀，关小姐，你忘了？行，那你自己要是能处理的话，我就不多说。既然你现在成了这家拍卖行的老板，给斗宝大赛的邀请函，您想去就去吧。毕竟我们斗宝大赛邀请的可是东园的名门世家和名列前茅的拍卖行。现在你成为了这家拍卖行的老板，也算你一个。行，我考虑考虑。我们关家举办的斗宝大赛还需要考虑啊？哥，你说咱们得罪了关家，不会有事吧？不会的，关小姐可不是个梁涛，而且你别忘了，刚才我没说自己是老板的时候，她可还帮着你。她呀，自己闹了个乌龙，总得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吧。哥，那这拍卖行你倒是去不去？我已经答应盛总不会去了，可是关小姐又亲自邀请我，还是去，重在参与。杨大师，您怎么来了？杨大师，你也来参加斗宝大赛啊？您之前不是说不来吗？这关小姐把邀请函亲自送我这儿，我总不能折了关家的面子吧？这倒是，我差点忘了，德胜的拍卖行和盛总的拍卖行都是您的。现在整个东园，您才是最大的拍卖行老板，关小姐是一定会把请柬给您的。不过你们放心，这次我就是走个过程。这位是这位是我父亲的亲传弟子向前。杨大师，您别介意，向前他就是这个脾气。没事儿，高人嘛，一般都很高。什么高人高？我这个人呢，只佩服比我强的人。你个毛头小子，不过就是凑巧捡漏罢了。侯小姐看在你是我师父救命恩人份上，一口一个大师的叫着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大师了是吧？哼，好啊，有本事斗宝大会上胜过我也叫你一声大师。没事没事，我先回去坐着，等咱们结束了聊。杨老师，我挨着您坐。杨老师，您知不知道这个斗宝大会怎么个斗法？我真是来打酱油的，没打算赢。不过怎么斗啊？其实也简单，关家出3道题，分别让我们10家来作答，谁答对的多，谁赢。那要是都答对了，根本不可能。关家出的题都答错还有可能，都答对从来没有发生过。就算2家同时答对，都是极为罕见的。那要是都答对了2道题呢？那就看谁答得快，谁答得准了。哎，对了，梁家派谁来了？不知道，不过据说也是请了高人。梁老爷子，好久不见呢。这位是？这位是谢大师。哼，哎呀，我本以为今天斗宝大会能碰到什么高手，结果呢，先来一个靠运气吃饭的，又来一个不知名的，失望了。你就是向前嘛？哼，没错，你认得我呀？看来你也是圈里的，不像那个家伙。那你知不知道你们侯老以前是跟谁学的吗？侯老以前是老张家的帮工，老张家的那位想必圈里人都知道，生前可是倒斗摸金的。我师父呢，悄悄地跟他学了不少的知识，后来他金盆洗手了，又教了我师父很多，我师父才有了今天。那你们侯老有没有告诉你，老张家的那位在晚年收了一位亲传弟子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那个人啊，就是我。老张家精通风水摸金倒斗，有意思。刘大师，你找我什么事？帮我查一个人，要是查到的话，算我欠你个人情。杨大师，这下麻烦了。
我感觉向前顶不住，您可不能打酱油了，否则梁家得到了名声，再加上和官家合作，到时候不管是我盛家还是侯家，哪怕就是杨大师您，恐怕都顶不住啊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们赢的。既然各位已经到齐了，那下面我们有请关小姐。杨明，这家拍卖行真是你的？是我的。既然各位都到齐了，那么我们就开始吧。有请今天的第一题。这是一块价值8000万的翡翠原石。既然在座的各位都是玩家，想必对古玩翡翠这一块肯定是都有涉足。接下来大家可以上前观察，然后利用自己的过往经验，判断出这块原石里的翡翠是什么品种。杨大师，您怎么不上去看看？这有什么好看的？哼，果然是个菜鸟，回答全靠蒙。接下来我会念出各位的答案，然后现场切开原石，到时候不用我说，大家也都知道结果是什么样了。谢大师认为这里面是一块品质不高的糯种翡翠，而向前大师则认为里面能开出玻璃种翡翠。看来两位的答案差距的比较大呀。而至于这位杨大师，他则认为这块原石里没有翡翠。是，哈哈哈！哎，8000多万的原石，你说开不出翡翠，真是笑死我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切原石。这一刀下去没见绿啊！我不信，让我来！我不信，让我来！这不可能啊！8000万的原石，怎么可能没有翡翠呢？虽然这8000万的价格确实有水分，但他竟然真的说对了。这一题，杨大师赢了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二题。大家请看，这里有2瓶传世玉瓶，真真假假。接下来就请大家分辨哪瓶是真，哪瓶是假。向前大师认为，左边这个瓶口有磕碰的是真，对吗？没错，这传说中的玉瓷瓶啊，就是缺了一角。这2个其中呢，只有1个缺了一角，定是那个。谢大师认为，这2瓶中没有1瓶是真的，对吗？没错，这传世玉瓶早就失传了，我不相信会有真品现世。何况，即便是有真的，也是后人仿制的，早就不是当初那对了。杨大师认为，我右手边这瓶完完整整的是真的，对吗？杨大师，想必您刚才也听到了，这传世玉瓶听说有些磕碰，而且失传很久了。缺一角只是传言，不见实物，当不得真呐。你说什么？至于失传这个事情，我认为只是野史编造出来的，不太可信。不过不得不承认，你们关家是真的厉害。连这样的东西都能够获得到手，让他重见天日。嘿，关小姐，关小姐，该您宣布结果了。杨大师，您说的没错，
我承认我之前是看错您了，您这个人确实是有真才实学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关小姐，如果你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，我不得不怀疑你在偏袒。大家请看，这是古玩泰斗蒋先生亲笔所著，里面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的写了这瓶瓷瓶的真伪。如果你不相信，可以去问他。不过也没关系，不过几日，蒋先生就会向上面上报此事。很快，这瓶瓷瓶也将会放在国家博物馆中，到时大家一看自有分晓。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，那我们第3题。等一下，怎么，谢大师，您还是不服吗？不是，我相信关小姐在这件事情上不会说假话。我只是想，杨大师，你已经连续答对2道题了，不如我们赌一把，如何？你们梁家这么喜欢赌啊？既然梁少在你这儿栽了跟头，我就要给他找回面子。好吧，你想怎么赌？这次夺宝大会你已经赢了，至于第3题我们回不回答已经不重要了，所以我认输。但是我赌你第3道题你答不上来，如果你答不上来，就从这楼上跳。我为什么要和你赌命啊？因为让梁老爷子扒了你家墓地的真正幕后者就是是我。说你家墓地风水好，让吴立敏设计把你关进去，然后让你妈把墓地送给梁。谢大师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爸的骨灰已经让梁少给扬了，面对这个罪魁祸首，你居然不敢赌一把？好，我和你赌。蒋大师，不能赌。梁大师，这关键的题目最后一道题一直都一样，斗宝大会都10多年了，从来没有人能答出来过，你可千万不要上当。如果说我赢了呢？你要是赢了，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。放你死太便宜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送给盛总母亲那枚手镯也是你搞的鬼吧？是你？你能看出来那手镯的问题？所以我赢了，我也不要你去死，而是要你好好的活着。我相信盛总也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的。好啊，那就来吧。关小姐，请出第3题吧。杨大师，您太冲动了，这第3题可从来没有人答上来。那你运气好，今天我就能给你解密。杨先生，这块石板您能看出是出自哪里吗？还有上面的字，您能看清楚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吗？怎么看不出来？不想死，想拖延时间啊？怎么，你就这么着急着去享受盛总给你带来的生不如死啊？那你说啊，这块石板不是来自中原，而是昆仑山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上面的文字告诉我，还记录了你们家族的秘密。那游戏怎么解决吗？这上面说需要找到一个拥有天目神瞳的人结合。天目神瞳，这不就是我的能力吗？这结合又是……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说一起去昆仑山找什么登天塔，菜就没了。什么昆仑山登天塔？根本就没听过，根本就不存在。谢大师，这些都是存在的。您要是不信，可以去问我的父亲，他存在于我们家族的口口相传之中。只是唯独这个天目神瞳，我不清楚。谢大师，你输了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你们一定是合起伙来串通好的。谢大师，这件事情我父亲也可以作证。不然你以为我们关家为什么一直要坚持这个斗宝大赛？你以为只是为了脸面吗？还是你觉得我们关家还需要因为这个来获得脸面？谢大师，愿赌服输。杨大师说的没错，你这种人就应该生不如死，来忏悔你这一辈子犯下的过错。来人，把你给我带到我的游轮上，好吃好喝的供着，一天给我拉一刀，什么时候拉到1080刀以后，我再去看他。不要，饶了我，饶了我吧！关小姐，既然这斗宝大会已经分出胜负了，那我先告辞，先告辞。
梁老爷子，您别着急走啊！梁老爷子，您别着急走啊！就是他，他跟一个捣鼓的家伙倒卖国家文物。梁先生，项目怀疑你倒卖国家文物，跟我走向。怎么回事？您让我查的那个谢大师啊，知道这么些年为什么他一直名声不显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离开我爹之后，一直在干摸金倒斗的买卖，还跟梁家合作，一起贩卖那文物，所以啊，才故意低调。哎，对了，他其实还是吴立敏的父亲。他不是姓谢吗？嘿，干这行的哪有自个真姓名啊？都有好几个名字呢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那个谢大师要跟你赌命。之前的寿宴上，你刚把吴立敏送进去，还记得吗？原来是这样，我说的呢。杨老师，我看这个谢大师就是贪图富贵之人，他就是想借着您家的墓地，让他女儿嫁入豪门。多半如此。唉，人心不古啊，贪心不足蛇吞象。对了，杨大师，侯小姐，请说。我父亲之前跟我说，上一次在医院对您多有得罪，我想向您登门道歉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没事儿，不用。不行，一定要去的。好吧。雪，你看小姐漂亮不？漂亮啊！我看呐，你哥和她呀，挺合适的。妈，人家来是看你的，又不是来相亲的。傻孩子，哪有人道歉挑晚上来的呀？你看看他看你哥那眼神儿，你哥哥现在也是有公司的人了。我看他俩呀，越看越般配。妈，你这乱点鸳鸯。我哥呀，对不咱们意思。关小姐，关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天目神童的拥有者杨明，你可真沉得住气，就是不说，非得等本小姐亲自来点出来是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石板上的字我们早就会意出来了，而且我们还有其他的石板，其他石板上的信息告诉我，全天底下只有天目神童的拥有者才能一眼看出这石板的来历。那这之前……对啊，我就是装的，我就是想看看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交代问题。真是没想到啊，这么短的时间就和侯小姐的感情突飞猛进。侯小姐，真是抱歉，杨明他迟早是我们关家的人，抱歉啊，真是让您白跑一趟了。跟我走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啊。不能走！